向普京通报后，拜登愈加轻争，挑衅与恐吓摆在了桌面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选择愈加轻征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此次访问乌克兰的行程比较神秘，原本公开宣称的是要到访波兰，很多人只是猜测他有可能顺路去一趟基辅，但是谁也没想到拜登会率先访问乌克兰，而且为了保证此行的安全，美国还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了俄罗斯。所以拜登此次欧洲的行程出访波兰只是个幌子，出访基辅才是其真实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去过基辅之后，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拜登出访乌克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第一，他提前几个小时将此事通报给俄罗斯，他认定普京不敢升级冲突，不会危及到自身安全。此举说明美国已经摸清了俄罗斯的底线。有俄罗斯媒体在议论这件事时感到不解，为什么不出动轰炸机在基辅将拜登干掉？提出这种问题其实是非常幼稚的，不懂国际政治。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有限的战争行为，甚至都没有公开宣战。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有把泽连斯基当成攻击的目标，也没有打击过乌克兰的政府部门，最多只是涉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所以拜登访问基辅的安全是有保障的。美国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俄罗斯，只不过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礼节，或者说是沟通机制。只要莫斯科保持理智，就不可能危及拜登的生命安全，因为干掉拜登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毫无用处，反而会导致美俄发生军事冲突，招致北约直接下场参战，这是俄罗斯整个国家和俄军都无法承受的后果。第二，拜登此举是在挑战俄罗斯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心。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拜登突访基辅，其目的是打击普京发起这场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并告诉西方国家，军事援助乌克兰是成功的，能够让乌克兰与俄罗斯一直打下去。第三，通过这次访问，恐吓俄罗斯，宣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无限期的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这场战争将成为消耗俄罗斯国力的噩梦。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人是跑得最快的，其大使馆率先撤离。后来由于俄罗斯军队打得比较拉垮，美国人看到了机会，所以才有了后来拜登干涉俄乌谈判，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与普京谈判等情况。俄乌冲突的现状表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没有期限，援助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红线。所以拜登等于在告诉普京，西方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没有失去耐心，军事援助不会停止。第四，拜登突访乌克兰旨在提升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领袖地位，而用代理人战争强化美国霸权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次突访行动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是加分项，愈加轻征表达了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以争取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美国国内，对于长期援助乌克兰是存在分歧的。共和党的一些议员认为，持续在欧洲方向投入大量的军事资源会影响到美国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大战略。但是如果军援乌克兰获得的外交收益比较大呢，那么美国持续援助乌克兰的政治阻力就会变小。拜登似乎在塑造军援乌克兰就是政治正确这么一种理念，现在看是比较成功的。拜登来了，这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政府而言是一剂强心针，但是这不可能吓唬住俄罗斯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俄乌冲突会长期打下去，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就算在乌克兰付出一定的代价，仍然算是一个大赢家。拜登已经把挑衅和恐吓摆在了桌面上，接下来俄罗斯只能通过战争手段赢得尊重，否则这场冲突对俄罗斯而言前景是非常不利的。拜登出访乌克兰，似乎想向西方国家证明，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血
还没有留够，还应继续打下去。如果美国的霸权非要靠这场战争来维系，那可真是人类的悲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